25回内容讲述了邱长春在修行中遇到二童子与白鹤，后来意识到这是心中阴魔所引发的幻象，他决定用混魔之法来对抗阴魔，于是开始在一个土山上打坐修行。期间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王云的富户，王云为人刻薄，欺压乡民。邱长春试图点化王云，但遭到拒绝，并遭到王云的侮辱。邱长春给了一个丫头春花一个警告，让她在石狮子眼睛红时去观音庙避难。最终，王云全家因水灾覆没，而春花因为遵从邱长春的指示而逃过一劫。之后，他在观音庙修行，取得了正果。邱长春后来也因为祈雨而受到重视，并被推荐给皇帝。现在，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北邙山下列坟茔，荒草迷离怪鸟鸣。长卧泉台人不醒，桃残李谢过清明。话说邱长春在婆媳庙内打坐用功，正在虚寂之时，忽见二童子控一白鹤至其前曰：“奉上帝敕命，请真人跨鹤上升。”邱长春默想三官大帝之言，七载成真当心，焉有今朝飞升之理？莫非这是我心中阴魔相攻，生此种种虚幻，败我真道？只这一点醒悟，二童子也不见了，也没什么白鹤，独自一人坐在半边蒲团上，窗外星月交辉，万籁无声。这真是平白生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来。若不是念头抱得稳，险些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自悔不该逞一时之心去试赛麻衣，故意下许多阴魔。若不练去阴气，焉能纯阳？又想了一想，必用个混魔之法，方能群阴消尽，使他无戏可成，乃为上策。于是离了婆媳，来在一个土山，见坡下有一原石，重可100斤，也是个僻静之处，乃结草为安，打坐其中。若到阴魔发现之时，他便速来，将那原石往上搬运，移至半坡，复使坠下，又来静坐，景象一生，便运石混之。如此3年，阴魔尽退，遍体纯阳，诸般景象人眼皆空，灵明日照，天机自应。只有一桩故事，但天机不可泄露，须去点化一番。若能使他醒悟，可免此沉沦，不失上天好生之德，下开救济之门。当时离却土山，要去办这件事情。且说看龙之地，有个富户，姓王，名云，家中富豪，人都称他为王大户，也算得一个财东。依山傍水而居，自得山环水抱之盛，门外一道溪河。这王云虽有偌大家私，却居心刻薄，惯使大秤斗小饵，较出重入，一味欺贫凌弱，占田夺地。他家那些奴仆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，占骗相渔，奸淫妇人，无所不为，仗着主人是要，造下弥天罪过，犹然不知。他家门外有一大石，长丈余，高数尺，头大为响，像狮子一般，故此呼为石狮子。在外边做活路的人甚多，每到吃饭时，看守庄门的人趴在石狮子背上，用梆一敲，4下都听见，即回来吃饭，这是常规。相去不远，有个山坡，坡上修了一观音庙，是王云先祖所建也，施的有地土，招的有住持。王云当世之时，把住持逐去，将土取回，只是未曾拆毁庙宇，打坏神像，也算他还有一点善心。虽留下这庙宇，却成了一个冷庙。邱长春从宝鸡地方到此，就在这庙里栖身，每日听见梆响，便去化斋，化了10几次，并无一人理睬于他。莫说化斋，连水也化不到一口。只有一个丫头，名叫春花，见他来了几回，皆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，心中不忍，暗地藏了几个糖，出来与长春丢入袖内，说：“老师傅快去，此非善地也。”又过了2日，邱长春来化斋，正遇王云立在门口。长春原本是来点化于他，今见他站在门前，便说了4句话来打动他。话曰：“贪名为利不回头，
一日无常，万事休。纵有金银带不去，空疑两眼泪长流。”长春将说毕，只见王云勃然作怒曰：“你这野道休得在此胡言乱语！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，你各自早去，免受凌辱。”长春曰：“贫道特来贵府化斋，随会长施祭试祭。”王云见门外有个10马粪的滚子，内装有马粪，旁边有把10粪的铲子，他拿过手来，向滚内铲了一铲马粪，走到长春面前说道：“你求我施祭，我便将此物施祭于你，如何？”长春正要试他心面，见他这样子恐是作戏，故将盐瓢往前一支，他当真把一铲马粪倾入盐瓢。邱长春曰：“此马粪与我有何用处？”王云曰：“这粪都是我雇下人工拾来的，今日与你也算我施祭也。”长春闻言，口称善哉善哉。那王云与众仆俱各大笑，阖家大小闻此言，尽皆发笑，只有春花心中不然。一日见那些奴仆俱上坡做活去了，暗藏几个争在袖内，走出外来，恰好正遇长春站立门外，急欲将摸给予他。长春曰：“我非来画摸也，有一句要紧的话对你说，你可牢牢谨记。若见门前石狮子眼睛红时，便可到山上观音庙去躲过1时3刻，方保无忧。”说罢，飘然而去，没时不见。春花把此言记在心内，每日出来看石狮子2遍。如此数月，却被一个放牛娃子看出情形，问曰：“春花姐，你每日出来瞧这石狮子，所谓何故？”春花对他说道：“那日化斋的老师傅，他对我说，等这石狮子眼睛红了之时，叫我急到观音庙去躲避一时，可免大难。”放牛娃子听得此言，甚是意奇，欲与他戏耍，暗地寻得一块红土，下午牵牛归来，爬上石狮子去，用红土在石狮子面上抹了2个圆圆，就像一对眼睛，抹毕就下来，闪在一边，看他如何。是时天色将晚，春花在内忽然心惊目跳，行坐不安，心中暗想，莫非石狮子眼睛红了？急忙出外观看，也不顾主人吵骂，游得外来，果见石狮2眼通红，大吃一惊，径奔观音庙去。放牛娃子见他跑上庙去，也随后跟来，将到庙内，正欲问他，猛然一个炸雷，震得厨摇地动，而狂风四起，黑云满天，霎时间大雨倾盆，如瓢泼桶倒一般，直落到半夜，雨才住点。春花和放牛娃2个伏在神桌下，耳听响声阵阵，如千人擂鼓一般，似万马争奔之势。到得天明，才敢出来观看。正是不看之时有小可，看了之时吓掉魂。却原王云这所庄郎，昨夜不知什么时候蛟龙在此过路，见他这房子修得十分体面，就往水晶宫去了。只有石狮不肯去，却倒卧在河当中。却说春花见王云阖家被水打去，未免心酸流泪。不一会儿，惊动远近大小男男女女齐来观看，个个俱言老天有眼，报应不爽。又见春花啼哭，便问曰：“你的主人全家覆没，你怎么逃脱性命？”春花遂将道长指示之言对他们诉说一遍，众乡人纷纷议论，都说王云恶贯满盈，天降水灾。那道长想必是位神仙前来指点于他，他不肯回心，故此被水打去。你虽然是个丫鬟，却有点善根，故将你救出，又代妾放牛娃子不死。看来人生天地之间，总要做些好事，大难来时方有救星。又问春花今如何？春花曰：“这庙原是老主人当年造的，周围这些地土已舍在庙内。如今我就在这庙里代法修行，也不想那花花世界、红尘美景。”众人说：“如此甚好，我们与你凑些盘费，暂且度日。待秋收之后，不少吃用。”众人说毕，
各去凑了些钱粮交与春花，又寻了一个老婆子与他作伴。春花谢过诸人，从此一心一意苦志修行。过了数年，邱真人在龙门洞静养，知他真心向道，便来度他。他即拜真人为师，后来也成正果。又说邱长春自指示春花之后，遂入陇州山中，见一石壁，壁上有洞，乃秦末汉初之间娄景先生定日月之处，下有溪河。这悬岩石壁临溪水，其水弯曲转折，远处望来，这石壁如跨在溪上，其洞如门。时人种的是柯甲，见此山洞像门一样，就取名龙门，盖取鲤鱼跳龙门之意也。长春到此，始悟门上龙飞之语，应在兹矣，便于洞门养性修真。不到2年，陇州干旱，陇州太守率领郡民祈祷，雨则不降。看看苗稼焦枯，万民忧苦。邱长春乃赴州郡，自言能导3日甘霖，普救万民。州官大喜，拜请登坛。邱长春乃严整衣冠，俯伏坛庭，一念头沉，诚通上帝。果见滂沱大降，下了3日3夜，田禾丰足，万民遂安。明年北直一带大遭天干，久旱不两。天子率领百官求雨不降，元顺帝传旨，张挂榜文，招求有道之士，祈祷余泽。有能求得下雨者，高官重爵以酬其劳。皇榜悬挂，各省知闻。陇州太守保举一人能求余泽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。昔年困饥馑，如今动帝亡。